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杀疯了！赵丽颖秋日大片美到辛巴上，米白针织套装封神，松弛感比秋日阳光还暖。谁懂啊？赵丽颖这组秋日大片直接把温柔焊在了镜头里，秋日亮风裹着软乎乎的光线，她一身米白针织套装站在其中，开衫搭内搭再配阔腿裤，简约却透着细腻质感，像从秋日童话里走出来的人。单手轻撩发丝时眼神漫不经心，双手插兜立在纯白背景前又透着随性。网友直呼这哪是拍大片，是把秋日的松弛感穿在了身上，想立刻把这套针织套装焊在衣柜里。赵丽颖这套造型的巧思全在不费力的精致里。米白色本就是秋日的温柔滤镜，不挑肤色，黄皮穿显白，白皮穿更衬气质。针织面料选得极妙，细腻纹理摸起来像秋日的软风，贴在身上不紧绷却能藏住小赘肉，阔腿裤还悄悄拉长腿型。最绝的是光线运用，柔和的光漫过针织表面，晕出淡淡的光泽，既不刺眼又能凸显质感，比那些浓妆艳抹、堆砌配饰的造型高级太多。有时尚博主说秋日穿搭的精髓就是软加暖，赵丽颖这套刚好踩中，普通人照搬都能赢。镜头下的她把松弛感演活了，不是硬挖的精致名媛风，而是像真的在享受秋日午后。坐在椅子上时身体微微放松，撩发丝的动作自然的像随手而为，眼神里藏着不慌不忙的惬意。立在背景前时身姿挺拔却不僵硬，肩膀轻轻打开，连呼吸都透着与秋日对话的从容。这种状态太戳人了，没有女明星的紧绷感，反而像隔壁姐姐在秋日里随手拍的照片，却比精心设计的大片更有温度。从小骨到如今的秋日妙思，赵丽颖的气质蜕变藏着太多故事。早年间她演《花千骨》里的灵动小骨，眼神里满是娇俏；后来《知否》里的明兰，把聪慧坚韧刻进骨子里；风吹半夏里的许半夏，又靠敢闯敢拼打破固有印象。如今这组秋日大片，她把成熟女性的优雅和藏不住的灵动揉在了一起，没有刻意扮嫩，也没有硬撑女强人，只是自然地展现当下的自己。这种不被标签绑架的状态，比任何造型都动人。其实赵丽颖的秋日穿搭刚好踩中了全球松弛感时尚的潮流。从巴黎街头潮人穿针织套装配短靴，到纽约博主用米白色细搭秋日风衣，再到凯拉奈特利的秋日街拍靠软面料加淡色系出圈，全球都在告别紧绷的精致，拥抱舒服的高级。赵丽颖这套没有跟风搞复杂设计，只靠米白加针织就抓住了秋日的灵魂，比那些盲目追爆款的造型更有记忆点。毕竟秋日的美本就是不疾不徐的温柔。但争议也跟着来，有人说简约穿搭等于普通，没亮点，可细想就懂，越简单的造型越考验气质。米白针织套装没花纹，没亮片，全靠赵丽颖的神态和气场撑着，撩发丝时的漫不经心，立着时的从容，这些活的状态比任何配饰都亮眼。也有人觉得针织套装显臃肿，可她选的是微宽松款，上紧下松内搭贴肤加阔腿裤，藏肉又显比例，微胖女生穿也好看。就像时尚评论说的，高级穿搭从不是堆得多，是选得对。对普通人来说，这套造型的可复制性才是真贴心。不用买大牌，普通品牌的米白针织套装就能搭出同款 feel。怕单调就加条细项链，或配双米色短靴。出门前10分钟就能搞定，不用早起折腾妆容。毕竟秋日的日子本就该舒服又好看。有粉丝晒出自己的模仿照，配文跟着颖宝穿米白针织，出门被同事问链接，秋日氛围感直接拉满。从荧幕上的角色到生活里的穿搭，赵丽颖一直用真实打动人心。她没把温柔演成傻白甜，也没把松弛变成邋遢，而是像秋日里的一缕暖光，既有成熟女性的优雅，又藏着小女生的灵动。这组秋日大片之所以火，不只是因为好看，
更因为它戳中了大家对秋日美好的向往。一件软乎乎的针织衫，一阵不亮的风，一个不慌不忙的下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娱乐圈每天都有新的热点，但赵丽颖的出现总能在短时间内掀起巨大的讨论热潮。这一次，她的一组秋日写真大片再次让无数网友感叹杀疯了。米白色针织套装，极简而温柔，照片中的她仿佛将秋天的温度与氛围收拢在身上。有人说，这不只是美照，而是一种心境的投射，是一种让人看见便觉得心安的力量。尤其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赵丽颖用她的状态告诉大家，真正的美不是刻意的张扬，而是松弛的自洽与舒展，就像秋日阳光，不耀眼却足够温暖。细细观察这组写真，赵丽颖的眼神透着清澈，笑容里带着一份安定。她身上那套米白色针织套装看似简单，却很考验气质。没有华丽的剪裁，也没有夸张的配饰，然而她穿出来的效果却让人一眼难忘。这种气质，或许正来自于她多年沉淀下的自信与从容。对于娱乐圈来说，外在的美貌从来不缺乏，但赵丽颖能一次又一次让网友直呼美到心巴上，原因就在于她所展现出的气质和真诚，这是无法用滤镜和修图替代的。很多网友在评论中写道：“这就是我心中秋天的模样，太治愈了，感觉整个人都被温柔拥抱。”这些留言并不是夸张，而是她的状态真的触动了观者内心的某个角落。秋天本就是一个让人容易生出感慨的季节，它不像春天那样生机勃勃，也不像夏天那样热烈奔放，而是多了一份从容与安静。赵丽颖用这组大片，将秋天的那份松弛感演绎得淋漓尽致。那种轻轻松松、不急不躁的姿态，让人觉得美不仅仅是一种视觉享受，更是一种情绪的共鸣。回顾赵丽颖一路走来的轨迹，我们会发现，她的松弛感并不是与生俱来，而是经历了无数努力、突破与成长之后的一种蜕变。从早期作品中那个努力拼搏的励志少女，到如今在大银幕和时尚领域都能从容展现自我的成熟演员，她的变化是可见的。尤其是在近年来，她不断尝试新的角色，拓宽自己的戏路，无论是荧幕上的角色转型，还是生活中的自我突破，都让人看到她越来越笃定的姿态。这样的赵丽颖才会在一组简单的针织写真里释放出如此强烈的感染力。美的背后其实是心境的映射。赵丽颖能在镜头中展现出这样一种比秋日阳光还暖的松弛感，很大程度上源于她内心的坚韧与柔和。她不是那种用力张扬的女星，而是选择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去感化观众。观众看到的不仅是她的美照，更是她背后那份生活的沉淀与岁月的礼物。这就是为什么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引发热烈讨论的原因。当然，也有网友提出了另一种解读，在娱乐圈快节奏的环境下，明星们常常被期待不断制造话题，不断维持曝光度。而赵丽颖这次却通过一组极简风的写真，传递出一种慢下来的力量。这种反差恰恰成了她的魅力所在。她不需要依靠夸张的造型来取悦观众，而是凭借真诚与自然，赢得大家的喜爱。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她与其他明星之间的差异化竞争力。换个角度来看，赵丽颖的这组写真还给普通人带来了一种启发。现代社会中，无数人都在被焦虑和压力裹挟，每天都在加速奔跑，害怕落后于人。但从赵丽颖身上，我们能看到一种松弛的力量。松弛不是懈怠，而是一种把握节奏的智慧，是在努力之后学会与自己和解的过程。她用她的状态告诉大家，生活不必时时紧绷，真正的美往往来自从容的心境。当我们放下焦虑，学会在日常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松弛感，就会发现生活其实可以很美好。这也正是赵丽颖多年来一直被观众喜爱的原因之一。她不仅仅是一个演员，更像是一面镜子，
映照出无数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大家在他身上看到的不只是光鲜亮丽的一面，还有坚持与韧性，以及在经历风雨后依旧能保持温柔的那份力量。这种力量会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也会让人在疲惫时获得一份安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组秋日写真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视觉盛宴，而是一种情绪价值的传递。网友们之所以会反复提及美到辛巴上，其实是一种共鸣的表达。因为在赵丽颖身上，他们看见了自己渴望的生活状态：干净、温柔、松弛、有力量。这些特质比任何外在的修饰都更珍贵。结尾的时候，我们或许该对观众说，不要只把这组写真当作明星的时尚大片来看待，它更像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要学会给自己一些喘息的空间，要学会寻找属于自己的针织套装时刻。当你披上一件简单的针织衫，走在秋日的阳光下，你或许也能感受到那份比阳光还暖的力量。赵丽颖用她的状态告诉大家，美可以简单，却绝不单薄；生活可以松弛，却绝不懒散。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节奏里找到独属于自己的风景。所以，亲爱的读者们，当我们被这组美照治愈时，也不妨反思一下，如何在生活中让自己也活得松弛，如何在奔跑的同时，给自己一份温柔的力量。赵丽颖的秋日大片，不只是属于她的高光时刻，更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注脚。希望大家在忙碌中，也能像她一样，在简单中展现美，在松弛中找到温暖。钱多也会焦虑。王一博的困境揭开年轻人的真实盲区。别把能扛当本事，真正的高手是知道啥时候该停。王一博高原反应事件揭示，拼劲再猛也敌不过科学规律，会调整才是硬核人生。健康面前人人平等，莽撞不是勇敢，懂得刹车才是大智慧。别把能扛当本事，真正的高手是知道啥时候该停。王一博高反热搜背后的冷思考。3个事儿连轴转，一个是流量鲜肉王一博刚被红牛官宣顶级代言人，骑着引擎隆隆来袭；一个是他在冰川上对天队的干考察，真刀真枪玩命上阵，最后却高反差点翻车；还有一个是他那拼命三郎的拼疯，天不怕的不怕。结果呢，哐当一下，热搜顶流，剧情反转，比电视剧还带劲。问题摆这儿了，一个常年健身、赛车、跳舞啥都行的主，咋还能被高原反应撂到？这不是天生铁牛，商业蓝海里的顶流吗？但凡对科学怀点敬畏，都知道这事儿真没那么简单。下文容我好生扒一扒，逗大家乐啊乐呵的，也让你知道咱拼没毛病，别拿命逞强才是真理。红牛广告里的强劲引擎声还没在我脑子里轰完，这边王一博在冰川就高反了，走出了让流量献血的剧情反差。网友瞬间炸锅，这小伙子不是连巡演舞台都不用歇，护膝天天拴兜里，赛车3秒飙到150码吗？咋一上高原说趴下就趴下？可细究下来，这才叫硬核人生。你再有钱，再能拼，碰上老天安排的小考题，那就是一视同仁。粉丝能喊千万遍哥哥冲冲冲，现实却叫你怎么认怂。网友一边调侃从街舞追到赛车场，一边扼腕哎呀，王老师也高反啊，原来凡人一个。双引号。其实网友这波震惊，倒不像在看八卦，更像是在照镜子，仿佛自己在拼，也敌不过大自然，这点很近。这剧情简直有点东边日头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的那味了。网上科普专家乱入，顺带给大家补了一课，高原反应跟你平时跑800米、举铁啥的没多大关系。北大医院的朱主任扎心到不行，高反是到了一定高度，机体抗不过低氧低压，谁都能中招。这意思直白得很，不管你是小区广场舞老大妈，还是拍戏跑巡演的顶流明星，该喘的喘，该头疼头疼。反倒那些天天暴汗、全能体力王、基础耗氧量高、
到了高原可能摊得更明白。来了，专家们还不忘给咱上点干货，要去高原的赶紧做体检，有的医院还有高原适应评估，起码有点数，不要当莽撞少年。这一套操作说白了也就是怕年轻人跟明星学，只知道逞一时之快，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身边的例子不少，朋友家小侄子去年随队去云南爬雪山，第一天嚷嚷我要赛博战狼，第二天就高反坐得上喝葡萄糖，差点没整哭。有一说一，王一博这波早餐补状态，继续全程也没硬刚，他其实是会拼会保护自己，懂得身体不对赶紧调整，这才是真正的高手范。现实中很多人迷信扛，以为拼才是英雄，真遇上受伤头晕那一套，什么责任什么正能量，全的排在健康屁股后头。你以为高反过去就万事大吉？火热的热搜消退，话题似乎平静了，但底下的暗潮涌动着，有不少声音开始反捧杀，你们明星不就是体能好，怎么还这么娇气？都说王一博是真硬汉，这回也是演的，甚至还有酸溜溜的质疑，是不是粉圈又在洗白，为了塑造正能量逗咱路人眼泪？而反观王一博一路走来的每次卷，拼的是啥？年初那个舞台安全扣的风波，团队粉丝一起冲，让主办方终于把安全扣给紧紧绑上。舞台事故这回算是被全民盯了一遍。3月赛车冲出赛道，命硬没受伤，回头又补上更严的预战预案。2月冰川任务，既有差点扛不过，又有临场自救，硬湖天赋和机智自保并存，这才有了后来的行业共识，别把舞台上的拼当成玩命的理由。但质疑声依旧不会消失，什么他不就是商业包装套个励志皮吗？粉丝这波营销太过了吧，看似是王一博的危机，实则也是这场全民拼文化的集体低潮。拼就是勇，懂的是时停，就是智，这智勇之间不是每个人都能拿捏。突然一把子反转杀，那些只会唱衰的人完全忽略了镜头背后的细节。王一博从来不是只会逞强卖苦，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科普健康第一。每一次安全预案，每一次自我调整，都是叫粉丝和社会依课。最绝的是他高反后的补救过程不是猛对猛顶，而是科学调整状态在坚持。这个动作大写加粗底线，成年人扛到极限不是勇敢，是莽撞。双引号，这可不是唬人，为啥呢？先看行业效应，原本舞台、赛车、娱乐圈处处是命拼来的流量，安全一时一度沦为花瓶。王一博走过的舞台风波、赛车翻车、科考高原，渐渐拉响警报，潮流从盲目硬刚到集体更注重安全。他换了一种方式，地化慢慢来，不丢人，稳住，我们能赢才是真理。给粉丝竖把子的偶像，最要紧不是会冲，是会踩刹车。再拉大疆看一眼，家长、粉丝、工作团队，甚至活动主办方，谁不是跟着掐一把汗？去年某场综艺，一个练舞少年舞台摔倒，膝盖缠满绷带坚持表演，博了热搜，也博了同辈竞赛压力。家长私下吐槽，啥时候能讲科学一点，别再学影视剧强行扛。你说这是不是全民教育现场？活脱脱一本身教大于言教的真人教材。王一博高原翻车，正好把别拿大义当本实现身说法。粉丝哪怕再拼命仰望哥哥，也没法忽略一条现实：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健康才是最大化世人。至于偶像带出来的拼劲，也该按下刹车，别老迷信速度和强度。热搜过后，伤疤还在。表面上9月那波热闹早沉了下去，实际上拼文化和健康之争，暗冲还在滋水儿。比如追星族一波又一波，试图证明哥哥不是矫情。另一头评论区也不停有人唱衰不就高反吗？咱老百姓爬山都中招，咋就成正能量典范了？双引号。更闹心的是大众误区还没拆干净。有人觉得年轻拼一把，出事顶多多补水多休息。
其实哪有那么美好？王一博能走完全程，靠的不光熬，而是有专业团队，有科学评估。普通背包客、学生党只是照猫画虎，万一提前不做评估，真出事找谁说理去？这就像网上冲浪不做防护，冒失冲进现实险地，吃亏还是自己。而这件事的分歧更深了，一头是鸡血拼吧拼吧，拼成自己都感动自己；一头是理性派吆喝可以，别拿命搏人生。和解，看着远着呢。就像东北老铁喝酒，大家都劝你酒别喝太猛，真到了桌上，有几个是能稳住的？谁不是嘴上嘚瑟，心里犯嘀咕？这个车短时间还真刹不下来。实话实说，看到那么多拼命型偶像轮流出事，再看看咱们这帮迷弟迷妹一边粉一边学，真心的说一句，你可以仰慕偶像的能扛，但可千万别把拼命精神当药引子，啥都不顾的冲。天天鼓吹扛得住是英雄，最后可能变成早起的鸟，死得快。别拿健康换故事，真的，咱连偶像都不敢这么真拼。有些看起来句句正能量的话，细嚼慢咽才知道，这是老天爷用血的教训给咱们的生活常识。王一博能赢，不是因为他永远硬刚，而是明白怎么调整，什么时候叫停，遇见极限就会收。会拼是本事，会停才是大本事。假如有人非要反着理解，说流量就是资本，粉丝爱看谁在乎安全呢？那只能说祝你好运吧，别哪天高反成了主角，却没人给你写热搜。提到钱多也会焦虑这个话题，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质疑，怎么可能？金钱不就是解决烦恼的钥匙吗？可当这个问题投射到王一博身上，却让人看见了另一层真相。顶流的光环，不断攀升的商业价值，随处可见的广告代言，让人羡慕不已。但越是这样风光的背后，就越容易暴露年轻人未曾意识到的真实盲区。金钱并非终点，反而会带来新的压力与困境。王一博的处境恰好映照了这种现象，也让我们得以透过他的故事，看见一代年轻人所共同面对的焦虑与选择。王一博从出道到顶流，一路走来仿佛是一部青春热血剧。他年轻、帅气、才华横溢，唱跳俱佳，影视作品接连取得好成绩，赛车赛场上也拼出亮眼的战绩，商业代言更是接连不断，从奢侈品到日常消费品牌，他几乎成为广告界的常胜将军。这样的人生看似一帆风顺，金钱与掌声齐聚，谁能想到这背后竟会有困境二字？但正因为他太成功、太顺利，反而带来了额外的压力。要如何保持持续的热度？要怎样让不同领域的发展保持平衡？要如何证明自己不只是流量？这些问题或许比金钱本身更让人夜不能寐。金钱能解决很多现实问题，却无法替代精神上的满足。王一博身上最真实的写照，就是财富越多，责任越大。他的粉丝群体庞大，对他有着极高的期待。合作方同样看重他的商业号召力，希望借助他的影响力扩大声量。娱乐圈更是风云变幻，稍有懈怠就可能被后浪拍在沙滩上。对普通年轻人来说，焦虑或许来源于学业、工作、感情；而对王一博来说，焦虑则来自于更高的层面，如何在光环下保持自我，如何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中依然活出真正的自己。这种焦虑不仅是王一博个人的，更是一代年轻人的共性。很多人以为只要有钱，人生就能无忧，但现实却常常证明，钱能放大选择，却无法替你做选择。正如王一博，即便有着丰厚的财富，他依然要面对作品质量是否被认可、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何确定、外界评价是否公正这样的难题。钱带来的是更多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更多风险与责任。当你站得越高，就越容易成为焦点，随之而来的压力也常常是旁人无法想象的。在这样的处境中，王一博的选择尤为重要。
他没有沉溺在所谓的流量神话中，而是不断用行动去回应质疑。拍戏，他不满足于漂亮的脸庞，而是不断打磨演技，用肢体语言、眼神细节去诠释角色。赛车，他不是玩票，而是凌晨加练，数据分析，拼到靠实力拿奖。舞台，他不依赖背景噱头，而是靠一次次硬核表现征服观众。他的困境并非有钱却无事可做，而是如何在拥有金钱的同时依旧坚持自我。这才是真正触及年轻人内心的矛盾。你以为有钱就能轻松，但其实人生的难题只会换一种方式出现。王一博的故事也提醒年轻人，盲区往往藏在以为的背后。我们以为金钱是终极答案，却忘了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工具。真正决定一个人幸福与否的，是内心的方向感与价值感。如果一个人没有坚定的目标和足够的自我认知，那么无论拥有多少财富，都会陷入空虚与迷茫。王一博正是在不断追问我是谁，我要做什么的过程中，才让自己的脚步更加坚定。结论是显而易见的，金钱固然重要，但它不是万能的。它能带来舒适的生活，却带不来内心的平静。它能创造更多的可能，却也会带来更多的选择困扰。王一博的困境，并不是因为他不幸福，而是因为他比常人更早、更深地体验到金钱背后的另一面。与其说他陷入困境，不如说他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十字路口，需要用智慧与坚持走出属于自己的方向。对观众来说，王一博的经历是一种深刻的启发。我们可以从他的故事中学到，不要盲目追逐金钱，而是要思考如何利用财富为自己的人生赋能。不要被有钱就快乐的假象蒙蔽，而是要明白人生的真正价值来自于热爱与成长。每一个年轻人或许都会在自己的路上遇到类似的困境，只是形式不同而已。重要的是，你是否有勇气去直面焦虑，并在困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最后，想送给所有关注王一博的人，也送给正在奋斗的年轻人一句话：金钱不是终点，梦想与热爱才是灯塔。不要以为有钱就是人生的全部答案，不要以为没有钱就注定无法幸福。真正能带你走得长远的，是清晰的自我认知，是坚定的价值观，是不论顺境逆境都能坚持下去的力量。王一博用自己的经历揭开了年轻人容易忽略的盲区，也用他的坚持告诉大家，与其焦虑金钱，不如专注成长。当你走得足够坚定，财富自然会成为你的一部分，而不是你的负担。所以，当我们再次谈论钱多也会焦虑时，请记住王一博的故事。他的光芒不仅在于舞台和赛道上的胜利，更在于他以真实的姿态面对困境的勇气。也许这才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地方，勇敢拥抱自己的不安，坦然接受人生的挑战，然后在努力中活成最好的自己。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